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我是星夜。今天的影片我们将带您深入探讨一个让古人闻之色变，甚至在现代科学观测下也显得异常诡异的话题。真的来了，2026赤马弘扬大捷，古老预言即将应验。大家有没有发现，最近这几年世界的节奏快到让人窒息，而且空气中似乎总弥漫着一股不可预测的暴力之气。如果我告诉你，这一切动荡的轨迹早在几千年前的古老星图中就已经被标注好了，你相信吗？传说中，每隔一个特定的周期，人类文明就会迎来一次集体性的躁动与毁灭。而根据精确的规律计算，我们距离那场900年一遇的能量大爆发已经正式踏入了命运的临界点，甚至可以说，这场劫难的帷幕已经在我们眼前正式拉开。这究竟是迷信的巧合，还是某种尚未被定义的天体物理规律？今天我们不讲怪力乱神，我们要从天文观测、物理数据以及最真实的全球地缘政治角度，带您深度解析我们现在正身处其中的2026赤马年，以及紧随其后混乱将达到顶峰的2027弘羊年。请务必看到最后，因为这不仅仅是故事，更是关乎身处其中的你我。该如何在这场风暴中安然度过，就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故事。中国的天干地支计时系统绝非单纯的农民历，它是人类历史上最悠久且从未中断的连续纪日方式。这套系统最早可追溯至商周时期的甲骨文，它本质上是一套融合了天文观测、自然节律与历史经验的时空坐标模型。在天干地支纪年体系中，每经过一个甲子，也就是60年的循环，就会出现一组极为特殊的组合，这就是丙午与丁未。根据五行理论，丙的天干属阳火，颜色对应赤红；地支午则对应生肖马，合称赤马；而丁的天干属阴火，地支未属阳，合称红阳。古人观察到，当这2年连续出现时，整体的时空能量会呈现一种火气极旺的格局。历史上的赤马弘羊年往往伴随着巨大的政治动荡与灾难，例如北宋著名的靖康之难，金兵攻破汴京，导致皇族被俘。北宋灭亡那一年正是丙午年。为什么古人会对这2年如此恐惧？从统计学角度看，强盛的火能量会导致社会集体意识的燥热与不安。这种燥热反映在宏观环境上，就是战争、瘟疫与政权更迭。而我们现在正面临900年一遇的超级周期，这代表宇宙的某种能量摆荡已经达到了一个临界点。这不只是数字的巧合，更是某种深藏在宇宙运行规律中的频率共振。当这种强大的火性能量与现代复杂且脆弱的文明系统碰撞时，其产生的破坏力将远超古人的想象。我们必须意识到，这套古老的计时系统其实是老祖宗留给后世的一份时空风险预警图，提醒我们在火气过旺的世界必须保持冷静，以应对可能发生的剧烈社会动荡。进入2026丙午赤马年，我们将见证全球旧秩序的全面崩解。这不是危言耸听，地缘政治的火药库早已被点燃。目前的俄乌战争或许只是序幕，真正的冲突点可能转移到更敏感的中东与南美。就在今年2026年元月，当南美洲的政局发生巨变，委内瑞拉的政权在闪击战中被撼动，随后美军在南美展开大规模逮捕行动，这将引发全球性的连锁反应。然而，美国总统川普在此时重返地缘政治中心，以色列又与美国对伊朗发动强硬的攻势，美伊战争的爆发将直接导致全球能源的大动脉，荷姆兹海峡被彻底封锁。当石油与天然气无法顺利运出，全世界的工厂与交通将面临停摆，这会引发前所未有的能源危机。与此同时，战争带动的避险情绪会让黄金价格飙升到难以想象的高度。所有的石化产品、民生物资将因为运输与原料成本而价格翻倍。全球通货膨胀将不再只是新闻上的数字，而是直接反映在你的薪水与荷包上。这种混乱正如赤马的特性，奔腾、炽热且无法驯服。
战争与物价的双重夹击会让全球社会进入一种长期的高度紧张状态。这是一场资源争夺战的最高潮，也是文明在极端压力下的生存演习。在这种环境下，传统的投资逻辑会失效，取而代之的是最原始的物资保障与生存本能。2026年，我们将亲身体会什么叫做动荡的开端。这仅仅是这场跨年度火节的前奏，更巨大的考验还在后头等着我们去面对与化解。如果2026年的赤马是一场直接烧到家门口的烈火，那么2027年的红羊就是一场渗透进你骨髓里的毒烟。进入丁未年，世界的混乱将会从外在的飞弹与硝烟，转向我们看不见却更致命的地方，也就是文明系统的全面内耗。古人说的赤气满天，在现代指的就是那种弥漫在全球让人窒息的资讯毒物。首先是 AI 技术的全面失控，到了2027年，深度伪造技术将进化到连专业鉴定仪器都难以分辨真假。大家试想，你收到的视讯电话画面里是你最亲近的家人，连说话的语气都一模一样，但那竟然只是骇客用 AI 生成的伪造品。甚至有人会利用你的数位分身，在网络上发表你从未说过的危险言论。这种真相消失的恐怖会引发人类史上最强烈的集体猜忌。当你不再相信荧幕内容或政府公告，社会凝聚力会瞬间归零，邻里与亲友间将充满敌意。更可怕的是数位金融与设施的瓦解。在红羊年阴火能量的干扰下，全球金融协议可能面临毁灭性的骇客攻击。如果打开网络银行发现余额清空，或因网络攻击导致电力、自来水供应停摆，恐慌会像野火般蔓延。当实体商店拒收数位支付，而你手中又没有现钞时，那种绝望感才是真正的危机。在红羊年群众跟风的特征下，人们会像失控的羊群般集体盲从，疯狂抢购，甚至引发街头动乱。我们正处于文明更迭的十字路口，2027年将是这场大劫的最高潮。这一年考验的不只是你的存款，更是你的情绪韧性。我们必须在虚假的消息洪流中保持绝对理智，拒绝被集体的疯狂所席卷。记住，外在越是混乱，就越要守住内心那一点平静，因为在那层窒息的迷雾之后，唯有清醒的人才能看见生存的生机。现在我们从神秘的预言转向严谨的天文物理，这绝对不是巧合。根据科学观测显示，太阳活动大约每11年为一个周期，而当前的第25个太阳活动周期预计将在2025年底到2026年左右达到最高峰，也就是所谓的太阳极大期。这意味着在赤马年，太阳表面的黑子活动与太阳闪焰将会出现规模空前的大喷发。当太阳喷发出高能粒子流，也就是超大规模的日冕抛射物冲向地球时，这股炽热的能量火会与地球磁场发生剧烈碰撞，产生全球性的地磁风暴。这在物理学上会有什么后果呢？首先，地球磁场在遭受冲击时会产生裂缝，导致高能粒子渗透进大气层。这不仅会造成大范围的电网瘫痪、卫星损毁，更会让无线通讯与 GPS 定位彻底失效。古人看到的赤气满天，其实就是极光异常扩散到低纬度地区的物理现象，或是大气层电离激发后的奇异景象。科学证实，太阳辐射的增强会直接改变地球的电离层环境，进而影响地球上所有电子设备的稳定性。这正好与2026年的全球动荡交织在一起。通讯中断会导致军事指挥失灵，金融交易混乱，甚至引发更深层的地缘争端。这场火劫从物理意义上来说，是来自恒星能量对行星文明的一场无差别打击。我们现在所有的文明成果都建立在脆弱的电子讯号上，一旦太阳这个赤马失控，我们将被迫退回到无讯号的原始时代。这就是为什么赤马红羊在科学上具有极高的警示意义。它不仅是古老的传说，更是真实存在的天文威胁，
威胁着我们赖以生存的高科技社会与电力网络。除了硬体设备的损毁，科学界近年来开始关注地磁活动对人类行为的深层影响。研究发现，人类的大脑中存在着对磁场极为敏感的微量磁铁矿结晶与隐花色素，这意味着我们本质上是与地球磁场共鸣的生物。在2026年，地球磁场因为太阳风暴而出现裂缝与波动时，那股混乱、炽热的能量会直接干扰人类的神经系统与神经传导物质。这解释了为什么在赤马红羊年，全球会出现集体性的情绪失控与心理压力的剧增。你可能会发现，身边的朋友、家人，甚至是素不相识的路人，突然变得异常容易生气、缺乏耐心，甚至是出现极端的焦虑与抑郁。这就是所谓的集体躁郁现象。在街头，路怒症的爆发频率会大幅提升。在网络上，言语霸凌与意识形态的对立会变得毫无理性，甚至是你在滑手机时，明明没看什么负面内容，内心却涌现出一种莫名其妙的烦躁与空虚感。这真的不是你的错，这是生物体在面对磁场紊乱时的自然生理反应。当这种个体的烦躁汇聚成数十亿人的集体能量时，整个地球的社会的氛围就会变得像干枯的森林，只要一点点星火就能引发波及全球的战争或暴动。我们正处于一种精神上的极端气候中。理解这一点至关重要，因为只有意识到这种外在能量的干扰，你才能有意识地去过滤那些不属于你的负面情绪。这不仅是科学问题，更是当前每个人都必须面对的生理挑战。我们必须学会如何在波动的磁场中守住理智的防线，避免被外界的集体疯狂所吞噬，维持内心的平静与清明。面对这场900年一遇的周期考验，我们不需要陷入盲目的恐慌，而是应该用理性的思考去化解危机。所谓的赤马红羊大劫，在本质上是宇宙能量周期性的释放与人类文明脆弱性之间的矛盾。既然科学已经告诉我们，这与太阳周期、地磁波动以及地缘政治的长周期规律有关，那么我们就有应对的方案。要安然度过这段时期，首要任务是建立内在的稳定。当外界的火性能量过旺时，我们更需要加强水性能量的修炼，也就是保持心灵的平和与冷静。修身养性在现代科学看来，其实就是一种通过深呼吸、冥想与正念来稳定自律神经系统的过程，帮助我们在混乱的电磁环境中重塑心理屏障。此外，在现实生活中，我们应该实行减法生活，减少对虚拟网络的过度依赖，走向大自然，增加土地与自然的真实连结。理性思考是我们最强大的盾牌。当你听到极端的言论或面临突发的危机时，请先停下来认真思考，这是真正的威胁，还是被太阳风暴煽动的情绪？透过科学的角度去破解预言的恐惧，我们就能从被动的受害者转变为有准备的观察者。历史证明，每一次的大动荡都是文明演化的加速器。只要我们能守住内心的清明，这场900年一遇的火劫，或许正是人类集体意识觉醒，迈向更高层次文明的转机。所以，保持理性，修养身心，这就是我们跨越赤马红羊，迎接未来最好的方式。在这个充满变数的时代，唯有内心的安定力与理性的光辉，才能引导我们在波涛汹涌的能量洪流中，找到那一座属于自己的诺亚方舟，安然航向充满希望的新纪元。如果你喜欢今天的故事，也对这场赤马红羊大劫以及这2年的全球混乱局势有自己的观察或独到想法，又或者你认为这背后隐藏着更多不为人知的惊天真相，欢迎在下方留言，分享你的观点与亲身经历，我们真的很期待听到你的故事。最后，别忘了订阅我们的频道，并开启小铃铛，才不会错过我们为您揭露更多不为人知的科学与真相。我是星夜，我们下期再见。